你敢信吗？不到6000块就可以买一台13代酷睿 i9 标压处理器的笔记本，这次你确定不上传吗？这英特尔13代酷睿芯片发布还没多久啊，市面上搭载13代酷睿芯片的笔记本也寥寥无几。没想到这次神州这么快就推出新品，神州大家都知道啊，在笔记本领域性价比一直都很高。目前神州战神 Z7 有13代的 i5 和 i9 两个版本，都是标压的处理器，显卡都是95瓦的满功耗3050。要买咱们就买最顶的 i9 版本，非常适合那些平时剪视频、绘图等生产力需求的朋友。这些生产力工作都高度依赖 CPU 的处理性能，关键是首发价不到6000块，能用上最新的13代酷睿 i9，所以我也是毫不犹豫，以首发价5999入手了这台神州战神 Z7 RA9。它的配置如下，给大家先列出来。我也很好奇13代酷睿 i9 标压处理器的具体表现究竟如何。按照惯例啊，先走一遍流程。包装上依然是神州祖传的牛皮纸盒，里面是150瓦的电源适配器、使用手册、3包卡等等。外观上依然是祖传的那套蓝屏模具，整机是纯黑色机身，战神家族式的设计风格。A 面较为简约大方，有些简单的线条和不能发光的蓝色装饰带，看着还是挺炫酷的。如果能发光就更酷了。上方是神州的品牌 logo， 机器支持单手开合，最大角度为135度。B 面这块屏幕采用了左右窄灯设计，上方有一个 HD 的摄像头，下巴约为2指的宽度，刚好放下了神州的品牌 logo。使用起来感觉它的屏占比还行啊。这块15.6英寸的 IPS 屏幕，分辨率为1920×1080，支持100% sRGB 高色域的165赫兹的高刷屏。在 UFO 测试中啊，屏幕响应速度还行，日常使用也觉得这块屏幕的显示效果不错。这里我要提一下，其实我发现这2年神州笔记本的屏幕素质普遍都不错，而且很多时候站在同价位都是中上的水准。C 面是一个全尺寸的键盘，不仅有全尺寸方向键，还保留了数字小键盘。15.6英寸的笔记本还能保留小键盘，这一点确实要夸一夸。毕竟某些一线品牌甚至16寸的产品都没有配备小键盘，小键盘对于日常办公打字效率提升还是很明显的。而且键盘背光还可以在系统设置中调节颜色，有多种灯效可以自行调节。使用下来啊，键盘的按压手感和回弹力度还不错，日常码字、打游戏都可以接受。想要更舒服的打字体验，肯定还是得准备一副机械键盘。触控板的大小适中，摸上去是金属摩擦触感，触摸操作还是顺畅。地面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大面积的散热栏栅，不用开机也可以看到里面的风扇和铜管。机身周围有多个散热孔，在接口方面啊，机身3边都有接口，日常需要的接口基本上都有了。整机不含电源的重量为2.1千克，重量控制的也比较合理，加上150瓦的电源适配器，也就5斤左右。外观部分说完了，我们终于要说性能了。毕竟它搭载的是13代酷睿 i9 1390H， 显卡用的也是95瓦的满功耗3050。CPU 的强大，对于平时需要剪辑视频的朋友来说，简直太友好了。这2天我拿Z7剪视频啊，无论是剪辑视频还是导出素材，真的是又快又稳。建议平时使用笔记本剪视频的朋友啊，一定要选择 CPU 性能强的笔记本。在新版娱乐大师中，得分有140万，成绩还算不错。这颗 CPU 和上代构架没啥变化，依然是6个性能核心加上8个能效核心的设计，拥有14颗星20线程，睿频最高可以达到5.2G赫兹。在 AW4 中可以看到 CPU 的默认功耗为45瓦 ，P21 为100瓦 ，PL2 为110瓦。接着就是无聊的跑分环节了。通过 CPU Z 的测试，单核得分达到了864.6，比桌面端的12900K 还要猛；多核得分达到了8797.1，性能还是非常强大的。在 R20 和 R23测试中，单核、多核的性能都还不错。对这颗 CPU 做一个总结的话，就是强大的单核性能，同时多核性能也很猛，能适应我们日常绝大部分场景对于 CPU 的需求。在 Crossmark 中，它的成绩为1918分，其中生产力得分为1835分，创造性得分为2135分，反应能力得分为1588分。这个分数啊，日常大部分应用场景都没有问题。内存方面是16GB 的三星 DDR4 内存，频率为3200兆赫兹。它的读写速度是这样的：512GB 的固态硬盘 ，PCIe 4.0的接口，读写速度是这样的。就这个价格的产品来说啊，没有在内存和硬盘上阉割，还是挺良心的。当然，除了性能，散热也很关键。战神 Z7 RA9 搭载的是双风扇5铜管散热系统，用来压这颗13代酷睿 i9，到底能不能行呢？先用鲁大师压力测试10分钟，温度表现是这样的。再进行双烤测试，15分钟之后 ，FPS 平均帧数为121，显卡频率为1792兆赫兹，温度为73度。此时键盘 WASD 区域啊，最高温度不超过30度，触控板的温度不超过24度，键盘中间的区域最热，最高温度也不超过40度，其他区域是温热的。可以说战神 Z7 的散热表现还是非常可以的。当然，最近重庆也是冬天啊，本身天气就很冷，想要了解真实的散热能力啊，还得等到夏天再测一测。好完分，我们再来看看游戏的体验。测试了下我平时玩的主流大型游戏，能开的我都给它开满。在英雄联盟这种小游戏中，最高可以达到300帧附近，对线团战的时候也可以达到180帧左右。接着玩了一下 CSGO， 帧率可以达到300帧以上，即使遇到人开枪扫射，也能有240帧。吃鸡最高画质可以稳定在100多帧。用这块160赫兹的高刷屏幕啊，也不算浪费，瞄准开枪的动作都很丝滑。通过体验可以看到，虽然搭配的是3050的显卡，但是Z7满足主流大型游戏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，市面上3A 大作太多了，测试的这几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在使用的时候，我发现日常风扇声很小，只有在玩游戏剪视频的时候啊，风扇才会呼呼的转。神州老用户应该都习以为常了。它的电池是41瓦时，这个容量不算大，
我简单测了一下，满电状态下大概可以玩1个小时的英雄联盟，属于正常的水平。如果是移动办公、打字、看视频，多2个小时也能应付。外出拿来应个急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在使用的这些天啊，我对这款神州战神 Z7 RA9 的印象还是很好的。强大的 CPU 性能，配合够用的显卡以及165Hz的高刷屏，再加上首发价不到6000块的价格，真的很难让我再挑出毛病了。对于近期打算买笔记本又想体验最新13代酷睿 i9 强大性能的朋友，这款神州战神 Z7 RA9 还是相当值得入手的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